季灵儿，老子追求你这么久，你都不答应。你知道我家里多有钱吗？只要你答应嫁给我，我就出钱给你这个废物妈治病。我不行啊！我妈的病我会自己赚钱治的，我不需要你的钱。给脸不要脸！你别碰我！你放开我女儿！你放开我女儿！你放开我！我进不去。女儿！财运金童已认主。我可不能因为两个穷鬼坐牢，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们别讹我！我人不是个好人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男人的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眼睛好疼！妈，我怎么能看到金色的血在飞？血？什么血？你是不是撞出事了啊？妈现在就去给你找东西包扎啊！刚才撞到脑袋的时候，我好像听到了财运金童。难道我的眼睛能看到财运？像连接老鼠洞？难道老鼠洞里面有什么东西？这条金线连接着的到底是什么？财运黄金100克。财运金线，我看到的金线连接的是财运，金线带着我找到了黄金。灵儿，灵儿，妈拿了碘酒跟纱布，都怪妈不争气，家里没钱还总生病，连累你也抬不起头。妈，你过来。你看，我刚刚从老鼠洞里面找到的金子，现在金价那么贵，这么一大块金子，咱们给金子卖了，卖了之后给你治病的钱也有了呀，那多好！我这也算因祸得福啊，不白赚嘛。傻孩子，你别安慰妈了，你看着都流血了。妈还是这么替我着想，这财运金童来的正好，我一定要带他过上好日子。好了，妈，金子很值钱的，走，咱们现在就去换钱去。好。是真金，纯度很高啊。真的是真的。财运金童真的带我找到了黄金，您能不能帮我看一看这个金子值多少钱啊？季灵儿，你头没事啊？用不用我送你去医院呢？你们家有看病的闲钱吗？还来金店借钱？哎，看我这个10克呢，见过没有？摸过这么重的金子吗？啊，小姐，您带来这个金块有100克，卖10万，绰绰有余。什么？这块金子是季灵儿拿过来的？就凭这个穷酸女人，也能拿出这么多黄金啊？我女儿怎么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位小姐是我们店里的贵客，如果你再闹事，我可要叫保安了。是，不就是块金子吗？我们走着瞧。金子的钱都在卡里了，1分不少。妈，钱都放你这，我们再也不会因为没钱而受欺负了。我女儿真厉害。财运金童又看到金线了。怎么了，女儿？没事妈，你先回家，我还有点事要去做。金线指向的是村里老宅祠堂的方向，难不成老宅还藏有宝贝？去看看。那块金子一定是这女人偷的，不行，我要去抓她个正着。这金线竟然就在我家老宅的祠堂。上次金线带我找到了黄金，不知道这回会带我找到什么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晚辈季灵儿今日是为了寻财运而来，不是有意叨扰的，抱歉抱歉。这居然有个暗格。
彩韵、清代玉簪一对，晚清铜镜，民国山水画一幅。这是……我懂，我懂，太好了，把这些东西都卖了，能挣不少钱呢。古董，他家原来有古董，难怪他之前能拿出那么多黄金，原来是把黄金藏在这个破地方。既然遇到壮爷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什么动静？王壮还真是不干好事，居然溜进我们家祠堂偷东西。喂，警察同志吗？对，我要报警，有人私闯民宅。这破地方能有什么宝贝呀？季灵儿从哪个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古董？哎呀，不会让老子白摔一跤吧？没事，没事，一堆牌位，不至于活过来吧？哪来的影子啊？鬼呀！祖宗饶命啊！祖宗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！是你祖宗把你拜得这么长？季灵儿，原来是你吓唬我的！我吓你啊？是你自己半夜偷偷溜进我们家祠堂，你自己做贼心虚吧你？是我，怎么了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可没说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哦。你什么意思？警察！王壮是吧？你非法侵入他人住宅，涉嫌盗窃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不想坐牢啊！不是，季灵儿。妈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这盒子是……妈，咱们今天不是找到黄金了吗？这种好消息，我得赶紧去祠堂跟咱们老祖宗讲讲，我在祠堂找到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。宝贝？你看，古董一簪啊，还有这些古董一定值不少钱。谢谢老祖宗保佑，我家女儿呀，以后啊再也不用受苦了。哎呀，我想啊，给这些都卖了，然后拿着这些钱，再给你抓点药，然后再给我妈挑几件漂亮衣裳，这都穿多少年了？我们再买几套新的啊！好，好，都听你的。你好，我想找你们老板帮我看个东西。抱歉啊，老板啊今天不在。哎，老板孩子前2天走丢了。那你看，正在重金悬赏30万找孩子呢。彩韵失踪儿童孙笑笑。彩韵金童看到的金线这次竟然连接了一个失踪的小孩，小孩方位在店里不说，还连接了这个店员，这失踪案有古怪啊！给你们老板打电话吧，就说我知道小孩在哪。什么？老板，有个女生说找到你女儿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过来。那人呢？就是这个姑娘。姑娘，我女儿她人在哪儿？你只要能帮我找到女儿，答应的30万一分都不会少。你们赶紧出去找找吧，我留下来看店，正好看看有没有笑笑别的消息。不用了，如果要是出去找的话，你女儿可能真的找不到了。这自家孩子怎么可能在自己店里丢呢？你怕不是来寻开心的吧？这样吧，我带你去找。等等，小李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不是老板，这你给我起开！姑娘，对不起啊，这边请。
你女儿就在这柜子里。啊，女儿，女儿，爸爸终于找到你了。爸爸，我好胖。孩子啊，有爸爸在啊，没事了啊，有爸爸在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老板，对不起，老板，我欠下了巨额的网贷，我就想着把你女儿绑架再救回来，你就能给我一大笔钱了。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给我滚！自己上警局自首去。这件事我一定追究到底。没事了，宝宝。季姑娘，真是谢谢你啊！来，笑笑，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。不用谢，不过你下次记住了，千万不能乱跑啊。孙老板，他笑笑也找到了，你应该有心思帮我们看看古董了吧？哎呦，好，还有啊，找到我女儿的30万报酬，2份钱我一块结。行，走。走。季姑娘，这可都是些好东西呀，这年份就不说了，而且保存的这么完好，实属难得呀。那孙老板，能值多少啊？按市场价来算，至少15万。15万？不过今天没有季姑娘，我女儿也不能平安回来。我愿意出20万。这一啊，是我的一点心意；二呢，也是想跟2位交个朋友。谢谢孙老板，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可以。这是50万，其中30万是你找到我女儿的酬谢，2位可别嫌少。50万呀！这出趟远门还挣了50万呢！哎呦，女儿呀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孙老板，50万我就收下了，我跟我妈先回去了。以后有什么古董要卖，尽管来啊！这财运金铜果然是能给我带来财运的。啊，妈，咱们趁天还亮，我带你去最贵最大的服装店。灵儿，这店看着就贵，要不然咱们去便宜点的地方看看吧。妈，咱现在有钱了。哎，妮姐，你不是早就想要个旗袍吗？二位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你好，我们觉得这件衣服不错，一会儿帮我们包一下吧。行。还有啊，办卡充5万块钱。您稍等啊，赵姐，招待一下客人。来了。哟，王经理说的客人呢？怎么就你们俩呀？哟，怎么着？乡下活不好干，跑到城里来应聘保洁来了？这不是隔壁王壮他妈妈灵儿？你好好说话的话，我叫你一声赵婶子。我们是来买东西的，你就这么对顾客说话啊？哟，来这儿消费？就你们呐，你们今天要是在这儿啊，能买起一根线头，哎，我赵字能倒过来写。赵芬芬，你怎么跟贵宾说话的？哎，经理，这他们就是贵客。哎呦，王经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去。您好，这个贵宾卡已经办好了。这个旗袍呀，一会儿我找人给您包起来。这不可能啊！你们哪来的钱啊？哦，我儿子说的对，哎，你们家那个祖宅里面是藏着好东西呢，是不是？你这不说我都给忘了的。你儿子王壮啊，自己私自进入我们家祖宅，涉嫌盗窃，已经被警察给抓起来了。怎么样，你要过去陪他吗？不就是进你们家祖宅里一下吗？要不是你报警，我儿子能进去吗？赵芬芳，之前看见你是我远房亲戚，我这个店才收留你，没想到你还敢这样侮辱我的贵客！取财物，把账结一下，以后不用来了。哎，灵儿和舒雅妹子回来了。哎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，
这不镇上发了扶贫果蔬吗？我给你们捎了一点。另外呢，主要是看见你们啊，日子一天天过得好了，我这当村长的替你高兴啊。财运青阳村项目，这回的财运竟然连着这份文件。村长，快进来坐吧。哎，好，走进屋。哎，坐。好。村长，您今天来应该不只是送东西吧？大概就是跟这份文件有关。灵儿啊，还是你眼睛尖呐！最近镇上推出了个现代农业大棚的试点项目，扶持力度很大。我琢磨着呀，是好事儿，能帮助咱村里增收不是？但是呢，这个项目需要咱村里先出一部分资金，算是入股了。所以啊，这一段啊，我是挨家挨户的跑啊，跑断了腿，磨破了嘴啊。哎呀，可是呢，咱大伙啊，都害怕担风险。我转了一圈啊，只集到了20万，这离这个项目的最低启动资金呢，还差20万。哎，我今天呢是真的来送东西的，可不是开口问你们要钱呐。你看，我来看看你们的日子过得好了，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要不是刚才灵儿问一句，我也不会说这事儿。金县每次指引都带来了更大的回报和转机，这次肯定也不例外。况且村长以前对我们就不错，这项目真成了，也算稍微回报一下村长了。村长，这个项目还差20万，对吧？妈，你觉得呢？我不懂得什么大项目，妈信你，只要你觉得行啊，妈就支持你。村长，这项目20万，我们家投了。好，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啊，你们要考虑清楚呀。放心，我考虑清楚了，而且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。好，灵儿啊，以后你就是这个项目的最大的股东了。哎，今天下午啊，我就去把这个占股比例啊给公示出来。行。快看，季灵儿家投了20万，占了50%的股呢。20万！我的老天爷，他家真是发了，这才几天功夫。以前他家可是村里最穷的，转眼日子就过好了。真是有了点臭钱就了不起了啊！要我说呀，这次的项目啊，10有89得黄，到时候就看季灵儿哭去吧。我自己肯定是不投的。哎，我劝你们啊，也不要投什么狗屁大棚蔬菜，什么蔬菜呀，那么宝贝啊！哦，还要专门盖起来，真是的。那哪天呀，让你们去给蔬菜盖房子，你们也去盖去呀？哎，你投不投？也就是季灵儿目光短浅，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了，瞎搞，真是。好像有道理。我也不投了，你再观望一下。哎，赵芬芳，你不是在城里服装店打工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要你管啊！先闭上你的嘴！季灵儿那小贱人，害我儿子进了局子，还害我丢了工作，我看他能得意几天。这破项目非赔死他不可！我给你揉揉。灵儿，啊，村长。这大棚快建好了，这是镇上推荐的几种作物，你是大股东，看看咱们该种什么。我看看，妈，咱看看。财运珍稀菌菇。村长，咱们就种菌菇就行。菌菇？嗯。我听说那玩意儿娇贵得很，而且技术门槛高，咱没经验呢。村长，我之前查过资料，也打听过，这城里的那些高端餐厅啊，它菌菇需求量特别大，而且咱们这不是有政策补助吗？咱们就请一个技术指导就行。我女儿说的呀，准没错。成，你的眼光一直没错。那我马上就去订种子和请技术员啊。行。好啊。这长得真好啊，这下有指望了。是啊，这2个月就长这么好，当初倒是没选错。哎，长出东西来又能怎么样？不就是蘑菇吗？谁稀罕？切，赔钱货。赵芬芳，你，喂，什么？城里现在正在闹菌菇荒，马上要有领导要下来视察采购。好。不愧是2个金县的项目啊，这下发财了。
这是我们最新的一批，这是最新的品种。不错不错。听说全县只有你们这儿有大批鲜菌菇，好啊，这可解了餐饮业的急啊！哎呀，都是政策扶持的好，还有我们村的季灵儿，他可是这个项目最大的投资人呐。而且当初啊，就是他坚持要种这菌菇的。哎呀，我们村长这是夸我呢。我其实也就是响应咱们政策号召。小姑娘，有眼光，有魄力。你们这个项目啊，是实实在在乡村振兴典范，记下来要表彰。这批菌菇县里统一收购，按市场最高价，后续还可以签长期供应合同。哎，好。好。你现在可是实实在在的大股东啊！明天村里开分红大会，你要发了。舒雅养个好女儿啊！也没有。咱们青阳村菌菇项目第一次分红大会现在开始，季灵儿家分红200万。哇，200万，多少钱啊？真没想到，这次财运是20万换200万，等的这2个月是一点也不亏啊！我女儿眼光就是好。赵大顺8万，哎，谢谢村长。王桂枝5万，拿好了。谢谢村长。村长，这是村里的项目，见者有份，我也要分钱。这见者有份是因为大家都投资了，你风险都不承担，你凭什么分钱啊？妄想摘桃，你什么时候能有人家季灵儿的眼光和魄力再说？就是啊，没人家的眼力。你要是能有这样的孩子也行啊，你有吗？你们行啊，走着瞧，走着瞧。财运金童带给我跟母亲的，不只是财富，还有尊重。妈，妈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去接我呀？哦，我听说今天村子里分红，钱呢？钱在哪儿？分什么钱？跟咱家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这是咱们家到底投了多少钱啊？哦，我听说隔壁的季灵儿分了200多万呢。哎呀，咱家1分钱没投，分什么钱？什么？我是。灵儿，妈听说这王壮今天出狱了，他会不会又来闹事啊？妈，咱们现在已经不怕他了。再说，有这些钱，谁要在村里边跟他讨钱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我准备啊，带你去城里边，咱们找到房子搬城里住去。去城里住？行，等着享福吧。这倒不错，120万，小区有电梯，楼下就有超市，特别适合家里有老人。还有这个50万，虽然划算，但是楼龄老，设施旧，家里有老人，不太建议你们买。妈，咱看看。财运代拆老楼，代拆。这楼未来居然会拆迁啊！就要这栋楼后面这个，给我来3套吧。3套？对，我知道您有这钱，但是这楼它不值啊，您再考虑考虑。这位夫人，您怎么看？灵儿，你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了？我听我女儿的，3套就3套，全款。这妈，你相信我。准没错。没错什么呀？这母女俩真奇怪，这楼买了就是亏，居然买3套。这我们现在有3套房了，妈现在怎么还晕乎乎的？这有啥可晕的？妈，以后呀，咱们就是彻彻底底的城里人了，出去多有面啊！走，我带你去城里溜达溜达。有没有啥想去的地方？哎，还真有。瞧我这脑子！哎，你小姨呀，就在这附近住。当初啊，
妈病重啊，她二话不说呀，就借给咱3万块钱。现在呀，咱们日子好了，又要在城里住了，不去呀也不合适啊。妈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着，那小姨对我多好呀！我小时候天天给我买好吃的。咱们先去买礼品，然后呢，再去银行取点钱，把小姨那笔钱给还上。哎，好，走走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财产也分完了，你怎么还回来找我要钱？哼，别扯了啊！赶紧给我3万块钱，快点儿！你可别以为我忘了啊！当初你姐姐生病的时候，从你那儿借走了3万块钱，那个时候我们俩还没离婚呢。哼，所以说那笔钱就是我们的共同财产。何况说你姐姐病殃殃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得起这笔钱，所以你今天就必须先给我。小妹，是我。比曹操还快，哼！看来你那个病秧子的姐姐又找你借钱了，还好我们离了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小姨，姐，灵儿，快进来。你们也不容易，还带什么礼呀？小姨，我们这回来呢，一个是想看看你，一个呢，这顺便呀，把之前您借给我们的3万块钱还回来。谢谢小姨之前对我们的照顾。这10万？什么？灵儿，不是3万吗？大家日子都难，这10万我不能收。小姨啊，这里边呢，3万块钱是之前您借给我们的钱，剩下的也不多，你就当零花。哼，这钱不会是你们在外面坑蒙拐骗过来的吧？可别到时候连着你小爷一起被抓走，哼，那可好玩了。你说这话就难听了吧？反正这10万块钱是我给妹妹的，你跟她呀早就离婚了，怎么说也跟你没关系了吧？妹妹呀，你就拿着吧。这孩子呀，这最近呀碰着机会搞点小投资。投资？灵儿还懂这个呢，真厉害。就是运气比较好，稍微挣了点钱，再加上小姨你知道的，我妈她身体不好，我就寻思给我妈接到城里边住。正好啊，就在隔壁那条街买了几套房子搬过来住了。什么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买几套？哼，我都干了大半辈子了，贷款都还没有还完，你一个小丫头年纪轻轻的，一口气就说买几套房子？哼，我看你们现在说谎吹牛都不打草稿了。唉，正好呢，我们刚买了房子过来。这是合同？你还真买了？哎呀，都是真的，小姨夫啊。这你信不信其实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小姨啊，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希望把这个消息通知到你。我妈她最惦记你了，所以想跟你说一下，我们买的那边那房子就该拆迁了，你要是手里有余钱，你也赶紧买一套。哎，什么拆迁房？你买的那栋老房子都建了几十年了，从来都没听说过拆迁。我看你现在是不是跟着你妈做上中介，上门卖房子了？不是你，陈龙，既然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拿上你的钱，赶紧滚！以后没有事不要再来找我。我姐和我外甥女不可能是那种人。我才不走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娘俩搞什么名堂。灵儿，小姨信你，只是一时我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手头就还10万。妹妹呀，这个呀都不是事儿。小姨，只要你信我就行，钱不够这最不是问题了，我借你啊。小姨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如果你确定可以的话，咱们现在就可以动身。不行，你的钱我不能白拿。这样，以前我是开玉石店的，生意不好黄了，但是里面的货还挺值钱，我把货都给你，就当小姨谢谢你了。你小姨呀，一直都是明事理的，灵儿，你就别再推辞了。小姨啊，这些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，如果你现在方便，那你赶紧准备好资料什么的，咱们快去把房子给买了呀。是啊，先把房子给定了。我也去，我就要看看你这个宝贝外甥女儿是怎么坑你的。哼。
经理，这别是后悔带亲戚退房吧？哎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季小姐啊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是还有问题？那房子没问题，我觉得那房子特别好，所以想着就在那栋楼，我们再买一套全款，写我小姨名。啊？季小姐，您是说再要一套？还是那栋老楼？对啊。你看你自己都感觉意外了吧？像你这破楼根本就卖不出去。现在你呀，现在也是好上了。看这三个大傻子，一来就买几套。哼，几位，要不你们再考虑考虑？不用考虑了，经理，就要那套。灵儿看好了，准没错。哎，这一家子中邪了。来，这是合同，您看一下，再签个字。哎，小刘，东区临街那栋旧楼就是你手上最难卖那盘，还有房源在售吗？有啊，我一家卖了4套，还都是全款呢。什么4套？算他们运气好，我刚接上面紧急通知，那楼定了要拆迁。拆迁了？真拆迁了？什么？拆迁了？你再说一遍，什么定了？拆迁啊！这栋楼在拆迁范围内。恭喜啊，季小姐，你真是慧眼如炬呀！我去给您办其他的手续啊。真拆迁了？我怎么在这个节骨眼跟林淑田离婚呢？哎呀，姐，淑田，哎呀，这么好的天大喜事儿啊！哎，我打小看咱灵儿，她就自带福气。淑田，我们好歹夫妻一场。这以后啊，小姨，我之前都不知道，原来我小姨夫啊，前小姨夫他是四川人呢，这变脸学的可真快。之前不还说我们是傻子呢吗？就是，你现在看有利可图了，就贴上来，晚了，晚了。我妹妹呀，和我家灵儿呀，都过着好着呢，不劳你费心。姐，不能这么说。陈龙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不要再纠缠。走吧，灵儿。我们现在就去玉石店，把我的货都折给你，这样也算我的一点心意。行，走吧，妈。你们，不噜。哎呀！哇，就是这儿了。我眼光不好，买的货都砸在手里，成品也卖不出去，还有这堆石头，更是没人买了。彩韵诺宾春带彩，看着精细，这些石头里明明藏着好货啊！其实这些货和石头能给你挺好的，也算了却了我一桩心事。这个店我还欠了5万房租，本来是打算拿这些货和石头去抵钱的。拿货抵钱啊？小姨，那你这不是亏大了吗？怎么了，灵儿？我家小福星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了？妈，小姨，我觉得你这堆货里面能出东西，而且是好东西。傻孩子，这些都是我当初买的最普通的工金料，图便宜成批买的。要是他们真能出好东西，我这个店早发财了。林老板，你这5万元的房租，今天说什么该给了吧？可不能再拿这堆破石头来抵赖呀！哼，净给些没人要的东西。您是房东大哥是吧？这话不能说太满。你咋就知道这石头没人要呢？哟，哪来的小姑娘，口气不小啊！林老板，这你亲戚不会跟你一块儿从乡下来的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也玩几年赌石了，这料子典型的老坑废料，扔路边都没人捡。你呀，还是老老实实的，该交房租交房租，别让你这穷亲戚来吹牛。房东大哥，那你说，如果这些石头里边，它真的能出来好东西呢？这家店不是早就黄了吗？还切石头？听说这家老板进的都是垃圾料，能切出啥？白费功夫。切，好啊。不过小姑娘空口无凭的，我们打个赌，
就这块现场解。如果说解出不成形的料子，或者说不值钱，你们这房租得给我2倍。灵儿，别，小野，我觉得房东大哥的提议很好，就这样。但是房东大哥，如果说我们这个真的出了料子，如果说开出超过5万的料子，别说免了你们这5万的房租，我这铺子再免费给你们租1年，怎么样？一言为定。出绿了！啊，哇，这是诺种！这怎么可能？诺种春带彩，这种表现的原石怎么能开出这种料子？老板，你也是懂这些石头的，你应该知道这石头很值钱吧？看老板脸色，这料子应该是真的呀。既然如此，那大家刚刚呢都听到了，也都看到了，赌约成立。老板呢给我们免除5万块钱房租，另外再给我们免费续租1年，对吧？好，我认栽。本来是来收房租的，这要倒赔1年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这财运金童真是越来越好用了。我女儿眼光就是好。灵儿，按理来说这个店是你的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石头是卖还是自己加工？小爷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附近有没有规模大点的玉石市场或者原料交易的地方？我想去看一看。有，城西有个老牌的玉石市场，但是那里鱼龙混杂，得当心别看走眼。正好带着我的财运金童去看看。妈，那咱俩过去看看吧。小爷，你先整理店，我跟我妈先过去。好。这里金星不显示，看来都不是好货。老东西，欠我们老大的钱什么时候还？再宽限几日，等新的一批石头采出来，我就给你们抵债。财运资深采石人。嘿，干我们这行，谁不知道石头出料全看运？少废话，彪哥的13万今天必须见到。您啊，这老人家实在太可怜了。这资深采石人肯定比13万值钱。这位大哥说的也不错，石头呀确实是看运气，就是不知道我手里这块诺冰春带彩他能不能抵债。哟，真是块好料子啊！春带彩色还这么洋。这女的好像想帮着老头，她手里这玩意儿真挺值钱。姑娘，我只欠他们13万，你手里面这块料子最少价值30万，他们还得斗着钱呢。怎么样？这老头穷的叮当响，逼死他也未必掏得出钱。这傻丫头看样子真想管闲事，县城翡翠要比那老头靠谱。行，既然姑娘你大发善心，替这老家伙出头，我们2个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找20万够吗？这石头我们拿了。走。哎呀，姑娘，你真是大慈大悲呀！等我把这批库存卖了，钱一定还你啊！这位老先生，你不用这么客气，其实帮您也是想结个善缘。不瞒您说，我们刚盘下了一间小铺子，正好缺这个石头原料。您手里那批货，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？能，肯定能。这批石头就在这市场后面的旧仓库那边。哎，姑娘，这边请啊。地方有点乱，不过这些石头都是我前几年从几个老坑口精挑细选的。这么多金线，这是一座宝山啊！姑娘，你也别为难，这些石头按我的经验看，皮壳表现都不差，能出行货的几率比较高。我就是没有门路，采回来的就一直堆在这儿。不过姑娘，
你要是真看不上这些石头，没关系，那13万我一定还你。老伯，这样吧，你给我个实在价，这些石头我如果全要，你能给什么价？按市场价，这一屋怎么也得50万。不过姑娘，刚刚你用你手里面的好料子帮我解了燃眉之急，我也不能忘恩负义。这样，你再给我20万，这仓库里所有的石头全归你。周大哥，卡给你，我们这就算成交了。算，肯定算。我这就把这些好料子运到你们的店里面啊！谢谢老伯啦。灵儿，我的小祖宗，你这怎么又弄回来这么一堆石头啊？这得花多少钱啊？该不会是被骗了吧？小爷，放心吧，这些石头呀，都是好东西。今天能开出一块春带彩，已经是老天爷赏饭吃了，哪能处处都是宝贝呢？小妹，你还不信灵儿啊？小爷，这块你再解开试试。这是高冰种翡翠。哎呦，冰种杨绿，好料，好料啊！姑娘的眼光果真没有话说呀。我就知道我女儿的眼光准没错的。老板，这料子卖不卖？多少钱？老板你开个价。这店里开出2块极品了。来，我也要2块石头。大家都别急，慢慢挑，这边还有啊。咱们店啊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。灵儿，你真行，我看咱们这个店在你手里是要做起来了。季姑娘，你的眼力真是神了。我看你这势头啊，不如去参加3天后聚宝阁的赌石交流大会。交流会？姐，这是城里玉石圈顶级私下交流会，去那儿的都是行家和大商家，现场解石，解出来好东西直接送到旁边的拍卖行，是真正能卖出高价钱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地方得需要老资历，或者被邀请才行。季姑娘，我别的没有什么，就是资历够老，原本打算带着这些料子去赌一赌运气，可是现在这些料子全都在你这儿，这邀请函就转送给你了。不愧是资深才士，这都有。周老板，谢谢啊。是你先帮了我呀。姑娘，好好准备，我相信你。放心，这次交流会我势在必得。这盒子里装的可是我循着金线找到的最珍贵的金丝血粉，要是能上拍卖会，再结交一些人脉就再好不过了。秦姐两位请跟我来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租着我的铺子，还差点交不起房费的季老板吗？这种地方也是你们能来的？该不会是拿着假邀请函混进来吧？这不是风老板吗？这刚刚呀，我们的邀请函呢已经经过查验了。这风老板的意思是说，聚宝阁的查验还没有风老板的眼光好使啊！你牙尖嘴利，等下见真章的时候，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嚣张。请各位贵宾入场。妈，咱们走。将参会原石统一交于逝者进行保管，稍后按顺序解石。等着瞧吧，敢当场让我丢脸！这真气派呀！妈，坐。不对啊，金线是在动。如果正常的话，金线应该不会再动，说明有人正在对我的盒子动手脚。不行，妈，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
果然是他，还真是不干人事。把我的石头跟花坛里边的石头做兑换，那就别怪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。想玩我就陪你玩玩。哎，灵儿，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急死我了，快！没事儿嘛，我刚刚呀，就是去确认一下我们的宝贝还在不在。去看了，宝贝好着呢。这次我们肯定拔得头筹。什么眼力好？我看就是睁眼瞎，自己的石头被换了，他都不知道。等会儿看你怎么哭。下面来开方辉先生的石头。废料！我聚宝国还从来没有人用废料参赛的。这位先生，请你解释一下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明明拿的是3号的黑沙皮，这不是我那块。这事真稀奇，这么多年了，头一次见有人拿废料参赛还不认的。就是啊，妈，你看这方老板，他用路边的石头参赛，他是不是也太不尊重聚宝阁，太不尊重周董了呀？是你，肯定是你换了我的石头。你这说话要有证据啊！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把监控调出来怎么样？他的原石也有问题，我要求现场解他的原石，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好。可以啊，那块就是我的原石。这个颜色，这个质地，金丝血肥，这是50年难得一见的金丝血肥啊！上一块金丝血肥被拍出了1000万。这姑娘年纪不大，眼光竟如此毒辣。这次的交流会，这位姑娘拔得头筹了。不可能，她怎么能开得出金丝血肥？我随手捡了一块石头，怎么可能开出金丝血肥？大家伙，我现在是听明白了，原来是方老板，他把我的石头调了包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呢？原来是做了坏事，做贼心虚呀。是要怎么样？所以他那一块肯定不是金丝血肥。此事蹊跷，按照规定，但凡有争议的评选者都将取消后续参加拍卖会的资格。我建议取消2位。够了。周董事长，这不是玉石市场的周大哥吗？周老伯，原来你就是周董。我没事的时候喜欢去市场体验生活，恰好碰见季姑娘，真是缘分呐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诸位，季姑娘的人品和眼力，我以我的名义担保，绝对没问题。这是周总，刚才是我们疏忽。方辉，你蓄意调换别人的石头，扰乱秩序，现在取消你的参会资格。聚宝阁和周氏旗下所有的产业永久不与你合作。完了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！周老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知道季小姐的眼光毒，可是没想到连这50年一遇的宝贝都能寻到。本次交流会的头名就是季小姐，诸位可有异议？季小姐，这种珍宝送到拍卖会才不算埋没。季姑娘，林夫人，不妨随我去贵宾包间一坐。这是你的金丝血翡，拍了1200万，扣除佣金，全都在这儿了。季姑娘，你这个宝贝可让今天晚上这拍卖会增色了不少啊！哈哈哈哈。那就谢谢周总了。哎呦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财运现代高仿赝品。赝品？画是赝品也能当财运？季姑娘，你对这幅画比较感兴趣吗？这是老夫50大寿时犬子天一送的，说什么清代的名家真迹。周总啊，恕我直言，这幅画它是假的。什么？
假的？难道我儿子被骗了？爸，你最近怎么总带些这不三不四的人来家里啊？闭嘴！这位季姑娘是爸的贵客，更是看出你那副寿礼问题的行家。看出我送的寿礼有问题？爸，这画可是我托朋友出500万，在可靠渠道买的。这位姑娘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这幅画确实是假的，古代用的绢帛呢，跟现代的仿品是有所不同的，并且墨色侵入程度也有差异。如果周公子还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专业的检测机构再检测一下。爸，我可能真的被我朋友给骗了，我这就去找我朋友问清楚。二叔，怎么办？那幅画不知道被哪儿悄悄冒出来的母女给拆穿，他会不会发现我们联合起来转移资产的事儿？我看他们那对母女就是盯紧了老头子的钱，得收拾他们。收拾2个女人还不简单，在咱们的地盘随便栽赃点什么，说他们来图财不就完了？我那位好大哥可是最忌讳这种心怀不轨的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真的谢谢季姑娘，要不是你看出来，这幅画放在这儿，我可是丢大人了。周大哥，我们应该谢谢你才是啊，你帮了灵儿这么多。果然是一对想攀高枝的贱人，趁我不在奉承上了。哎，爸，我问清楚了，确实是我那朋友不靠谱，改天我一定带真品过来向你赔罪。哎，爸，今天刚好设置家宴，不如请2位一起。也好。季姑娘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我不管你们2个用什么手段哄得我爸开心，我劝你们最好老实本分点。虽然我妈去世了10几年，但是我们家的门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周家家宴，原来金线让我知道这幅画是赝品，是为了让我能够去周家家宴。我得好好利用宴会，结交到周总这条人脉，我一定好好把握机会。灵儿，这周公子说话太难听了。这晚上的家宴，妈总觉得不太踏实。妈，你放心，这次宴会对我们来说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妈听你的吧。大哥，这位就是你说的季小姐。果然年轻有为。季小姐，我是周董的弟弟。林阿姨，刚才说话有些重，您别介意，这杯酒算是赔礼。彩韵限量腕表，周天一的腕表怎么会在我妈的包里？这人想栽赃。哎呀，周公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妈她呀身体不好，医生嘱咐禁饮酒。这杯我替她喝了。妈，检查下包，想办法把东西放回周冲的包里。是啊，看我这身子骨，扫大家兴了。灵儿，你陪着，我头有点晕，去那边休息一下啊。季小姐爽快，请。哎呦，我的腕表呢？那可是我母亲生前送给我的限量款腕表。金线的位置转移了，我妈的动作果然快。什么？腕表不见了？哎呀，这腕表丢了，得赶紧找啊！哎，有没有可能是不小心落在哪儿了？刚才还带着呢，怕不是宴会上人都手残，被人偷了吧？天一啊，注意你的言辞。季姑娘和林夫人是我们的客人。大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嘛。季小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我看季小姐是爽快人，
咱们也别绕弯子了，为证清白，搜一下。我们清清白白，那自然是可以搜的。不过，希望周总不要厚此薄彼。既然搜了我们，希望大家也都搜一搜。行啊！哎呀，那是当然。就先从他们两个搜。那就委屈季小姐跟林夫人了，事后我会送上补偿的。少爷，这2位客人身上和包里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清清白白的，这搜不出来不是很正常吗？倒是周少爷你，反应干嘛这么大？好像笃定我们身上一定会有一样。哎，不是你。够了，便衣，给季姑娘林夫人道歉。对不起。行了，这道歉我就收下。不过嘛，周少爷那块腕表既然是令堂的遗物，那确实很珍贵，要找一下呢。这样吧，周总，反正咱们现在就这么几个人，要不然大家也都搜一下。行，搜。表在周二爷包里。财运周氏集团机密及资产转移企划书。金线又亮了，周氏的集团机密以及资产转移计划书。看来周氏是藏了一个家贼啊！如果我把家贼给揪出来，应该能有不少好处吧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在周二爷包里呢！哎呀，肯定是误会，他是自己人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帮你捡。我自己来。周氏集团机密以及资产转移计划书。不好意思啊，周总，你准备转移周氏的资产吗？还有啊，我一直以为那么重要的文件都会锁在保险柜里呢。周二爷拿着这些是有重要工作吗？周冲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集团的核心机密还有这些资产转移的事情是怎么回事？你可真是我的好弟弟呀！你想背叛周氏，想把我架空了？天意，你说话呀！这事你也有份。二叔，你瞎说什么？爸，这事和我没关系啊，都是二叔自己干的。好，转移资产、掏空公司，是我们一起干的。那幅假画寿礼就是被你卖掉，挪用了钱，现在全都赖我身上。不是爸，怪不得当时会有那个赝品，原来真迹早就被他们卖掉了。周家内部蛀虫可真不少。来人，把这2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拖出去，立刻报警，通知集团法务部，我要追究到底。这事真和我没关系。大哥，拖出去，拖出去！爸，真和我没关系。周大哥，您消消气，这身子要紧，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得。季姑娘，林夫人，今天晚上多亏你们替我揪出了家族的蛀虫，否则我还被这2个孽种蒙在鼓里面呢。周总，您这么说就太客气了，只是碰巧而已。季姑娘，我周某人做事一向恩怨分明，去拟一份股权赠与协议，将我名下5%的周氏集团股份转赠与季姑娘。周总，这个我一定不能要，太贵重了，我跟我妈不用。哎呦，季姑娘，这个你必须得收下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周氏集团怕是要毁在他们手里，这可是天大的恩情啊！季姑娘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以后我们周氏就是你的后盾，你看怎么样？那就谢谢周总了。周总，时间不早了，那我和我妈先回去了。等等，
回那个玉石铺子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挂靠到我们周氏的旗下，以后以周氏的名义经营，在市场上行走啊，能避免了好多麻烦。挂靠在周氏旗下，这合适吗？这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哎呦，季姑娘，你别忘了，你也是周氏的股东啊，这有什么麻烦的？不过，虽然说周氏是老牌的玉石店铺，但近来生意也不比从前景气了。对家王氏家的款型比较新鲜，营销手段也厉害，现在的高端市场都喜欢追求他们的款。风水轮流转，您人这么好，咱们好好经营，我相信很快就可以再创辉煌，一飞冲天。谢谢季小姐吉言。好了，咱们也不多说了，我这就让司机送你们回去。后续铺子挂靠的手续，我让秘书跟你联系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开口。谢谢周老板。去，哪来的要饭的？耽误我做生意啊！认字吗？我王氏力压周氏，是整个城里最大的玉石店，款式都要用最新的。瞧你这一身穷酸样，也配进我王氏的店？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，别让我再看见你！去！这王氏的人果然这么嚣张。哎呀，我又想起以前呀，咱还没钱的时候，在村里被人欺负的事儿。娘，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有钱了吗？也能去帮助一些人了。大哥，拿着吧，买点吃的，不用还了。谢谢，我会还的。真不用，每个人都有难处嘛，我们也就顺手的事儿。料子是好料子，就是光是卖原料，附加值太低啊！如果我能够找位大师，把这些雕刻成独一无二的作品，那我们就能打开高端路线了。可是大师可遇不可求。要是金县能给我招过来一个大师，那该多好。该不会真的是给我找到大师了吧？哎，灵儿，你去哪儿？我不回来了，不好意思。彩韵，非遗玉雕传承人。是你啊？这不是我刚刚救治的小乞丐吗？他是我要找的大师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来给你送谢礼的。谢礼啊？这些都是赶不上趟、没人要的东西，你别嫌弃。别走，我刚刚看了你这个图纸，这设计思路跟技法，你应该是非遗传承大师吧？大师不敢当，现在饭都吃不起了，我的东西他们都说不好。谁说不好的呀？我看你这图纸就特别好。这样吧，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您自己一个机会，一起把你这个图纸上设计的目标变成真的，让大众来评判评判。太好了，这会有大师的助力，还怕周氏解不了眼下困境吗？我得赶紧去找周总，如意轩又能更上一层楼了。大师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这些都是我做惯了的工作，看着玉雕成型，这比什么都让人开心。季小姐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，是铺子挂靠手续有问题？不是，周总，我这么着急把您叫过来，是想给您看个东西。哎呦，这是周总您觉得这个玉雕怎么样？哎呦，这设计吊打王氏，绝对绰绰有余。季小姐，真没想到您还会设计这玉雕啊！不是，给您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我找到的非遗传承大师邱卓，邱大师。我偶然帮了他一下，他赠了我一张图纸。哇，我一看这个图纸设计的这个叫栩栩如生啊，便选了最好的料子，让邱大师给雕了出来。像周总说的，这个作品呢，
吊打王室，这绝对是绰绰有余啊！我想着啊，不如咱们谈成一次合作，就用这个玉雕做周氏高端市场的敲门砖，你看怎么样？季小姐，您这个主意非常不错，一箭双雕。我立刻安排最高规格的宣传，把它作为下个月的压轴拍卖品，一定让它拍个好价钱，你就瞧好吧。听说周氏底下那个如意轩宣传了好久，还要压轴，过气的老店能拿得出什么压轴？我看呀，也就剩下个名头了，我等着你们出丑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接下来是今晚由如意轩特别呈现的压轴珍品——非遗传承工艺设计凌云玉鹰。天哪，这是第一次见这种设计。这是艺术品吧？那可不，这设计不比王室有内涵多了。这不可能，周氏什么时候请了这样的大师？起拍价500万，1000万，2000万，5000万，5000万，请问还有人要加价吗？5000万1次，5000万2次，5000万3次，成交。恭喜这位先生。这尊玉鹰一定能让大师明白自己手艺的价值，一边宣扬非遗，一边替我的如意轩造势，还能让我吃苦的周氏进军高端市场，简直是一箭双雕啊！周总，咱们这次拍卖会的结果能不能帮我宣传一下？就是宣传的程度呢，越大越好，要让全国的玉石行都得知道，咱们周氏旗下的如意轩拍出了一件碾压王室的拍品，更是价值5000万的天价。没问题，立刻按照季小姐说的，立马去办。是，周董。银行卡到账5000万。看来拍卖款的5000万是全数到账了。季小姐，这次要赚大了呀！哎呀，这又不是我一个人，这次不是我跟周氏双赢吗？但是这份合作的敲门砖，希望你能喜欢哦。5000万！我的作品拍了5000万！哎，你听说那场拍卖会了吗？设计玉鹰的是位隐士的非遗大师。那可不，艺术品拍卖到最高价，这才叫文化价值。平时那些暴发户款式哪儿比得了啊？没想到还有人认得这门手艺。5000万，哼！这如意轩不就是旁边一个小破店吗？啊，他是踩了狗屎运了。去，给我查一下，这款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设计人又是谁？老板，这玉鹰是根据一张图纸做的。图纸来源是前几天在咱店门口您赶走的那个小乞丐。什么？臭要饭的？他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宝贝？他能有第1张，就有第2张、第3张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已经打听清楚了，他住在城西废品站旁边的窝棚里。哼，好，马上带我过去，我要亲自会会这个臭小子。哦不，大师，这风头不能一直让如意轩抢去。哎呀，这大师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呢？这如意轩那个小丫头太不懂事了，她对你一点都不好嘛。别害怕，我呀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叫王富贵，来跟你谈笔大生意。那个图你还有多少？你早说有那个宝贝，早点来我王氏不好吗？你自己说，我不配进王氏。不管是设计图纸，还是我亲自雕的玉雕，都跟我一体，我不会给你的。敬酒不吃你吃罚酒，给我搜！住手！王老板好大的威风啊，跑这儿来强买强卖了。季灵儿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怎么你们店儿难道还要把人家绑回去独自供养不成？
我是来谈合作的，不像某些人带神来威逼。合作？跟我王氏合作，那才是王道。小子，他们那个破小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倒闭。我王氏实力雄厚，渠道遍布全国各地，跟着我混，保你名利双收，把你的手艺发扬光大。怎么样？我的图纸只给识货的人，你不是。不识抬举的东西！纪灵儿，还有你的破店儿，跟你们没完！哼，我们走。听大师的意思是，还愿意跟我继续合作的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来安排下次见面的时间跟地点，谈后续合作。好。邱大师，那个玉雕呢？它是您的作品，所以拍卖款应该有您一半。钱我不要，那本来就是你帮我的谢礼，我们早就两清了。我知道，您呢根本就不在意钱，在意的是真正的非遗玉雕手艺被看见，对吧？哟，庄会长，请坐。大师您好，我是鼎盛拍卖会的会长，您的作品也是叫我手下的拍卖会跟着沾光啊！邱大师，我跟周总商量过了，我们想以我名下如意轩的名号，想要联合鼎盛拍卖行举办一场专门针对非遗玉雕专场拍卖会。我们只出精品，只讲传承。对，场地、宣传、客源，我们全力支持。好，让那些追王室潮流的人看看。什么叫做经过时间考验的美？办专场？哎呀，就凭这个来历不明的乞丐？各位，我身边的这位彩玉文物造假嫌疑人刘文。这位刘文先生有证书为凭。我去，真厉害！一个正在被重金悬赏100万的通缉犯，这还敢过来伪造成非遗传承人有胆识！那到时候这100万悬赏金跟往我手里送有什么区别？可以。你们怕是都被这个乞丐给骗了。谁知道他的图纸是不是偷的捡的？我身边这位刘大师，他可是有着正经的传承谱系和行业认证的。这一代的传承人就剩我了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。那个图纸也确实是我画的。光说不练，假把式。既然都说自己有非遗传承，敢不敢摆个擂台？就在鼎盛拍卖行，同一天办2场非遗专场，让市场、让专家评委来评个高下。王富贵，你这分明是在搅局！好呀，同台比拼，公平公正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好啊，谁输谁赢，到时候可别哭鼻子呀。放心，这拍卖行那几个评委我熟，都打点好了稳赢。是，王老板。那咱们就到时候见。季小姐，那个王富贵就是个下三滥的货，万一他动了手脚……周总，你放心，那个刘文他就不是万一的问题。你想不到，王富贵这回是自己递了一把刀到我们手里头。这个专场要办，而且要办得越大越好，要比之前咱们办的更隆重一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。邱大师，你就只要安心的做好作品就行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王氏的倒台，朝夕的少，想弄一个冒牌货造势，赏金我要了，而且还要踩着你们王氏给我如意轩造势。今日2场非遗玉雕专场，同台竞辉，实属盛世。愿真正的手艺绽放光彩。戏台已经搭好了，酒儿也请。王富贵，好日子到头喽。黄老板，这个专场
他不管怎么说呢，都是我如意轩先办起来的，所以王老板这应该是属于踢馆了吧？踢馆的话，是不是应该由你先来斩杀？哼，谁先上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已经收买了平稳，我们赢定了。好，既然周氏让我们打个样，那我们王氏就做这个领头羊。来，上展品。纪灵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主要就是想啊，这曾经专职造假的文物贩子，你说这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传承人了，我就想着这东西会不会跟之前一样，还是假的？啊？你胡说什么呢啊？刘大师是真正的非遗传承人，他怎么可能是文物贩子？你这是诽谤！我告诉你，我是不是诽谤？看看证据不就知道了吗？这个是3年前文物局的通缉令，说上面这人呢涉嫌造假文物、贩卖高仿文物，诈骗金额数百万。我看这照片上的人跟这刘大师一模一样。这不是我，还真是通缉犯。王富贵，你为了赢，这种人都敢找来冒充大师啊！你个被通缉的造假者，也敢冒充非遗传承人，你这就是对手艺最大的侮辱！刘文，什么情况？我是看你高价找非遗传承人，我就寻思冒充一下骗点钱，我没想到。你他妈害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我们接到举报，这里涉嫌利用通缉犯进行欺诈活动，两位请配合我们调查。这位小姐，举报通缉犯的悬赏金稍后会打到您的卡上。我也是被骗吧？闹剧结束，真相大白。我宣布，本次非遗玉雕专场比拼，邱卓大师代表的如意轩获胜。我只是个手艺人，我只想要真正的非遗玉雕，让更多的人看见，别让它断了传承。谢谢周总，谢谢季姑娘，没有你们的信任与帮助，就没有今天。哈哈，季姑娘，真让你说对了，这风水轮流转，我周氏的辉煌看来是真的要到来了。对啊，我如意轩的辉煌时代也要到了。周董，季姑娘，这次专场拍卖的款项，我想拿出一部分捐赠给贫困儿童。这手艺活了，也想帮人活。邱大师高义，正好明天晚上有个慈善晚会，这主办方是我的老朋友。灵儿，明天晚上你和邱大师一起去，也正好借此机会亮下相。晚会我就不去了，我只是一个手艺人，有劳季小姐了。现在如意轩名声正旺，财运慈善晚会，正好去这个晚会再刷刷脸，多结交点人脉。周董，我这个晚会能不能带家属去啊？我妈妈还没去过这种晚会呢，我想带她一块去参加。哎呦，当然方便了。现在城里谁不知道你季小姐的大名啊？带个人而已，有什么难的？您是我的贵人，自从遇到你，我们周氏是一路逢凶化吉呀。行。那位就是宴会的主办人李夫人了吧？如果能跟她交好，以后我们玉雕的销路就不愁了。听说她久久不孕，很是苦恼，不知道金线能不能给点消息？等我一下。这就是周董常年提起的小福星季小姐吧？今天可要让我沾沾你的福气。我们这个年年办慈善呀，就是想有个孩子。财运清灵寺麝香珠串，金线真的出现了，看来问题出现在这珠子上。我问一下，这个珠子还挺别致的。
这是我先生帮我求的，说是能安神助孕，我一直贴身佩戴着。安神助孕？李小姐，先等一下。安神助孕？妈，我之前看电视上说麝香是不是会导致不孕啊？是啊，特别是女人，9代麝香很难怀上。灵儿，你问这个是？季小姐，林夫人，这位是我的先生赵学明，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周董的贵人，季小姐和她的母亲。久仰久仰。季小姐，你刚才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？对，正好赵先生也在，也方便把话说清楚。李夫人，导致您多年未孕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串手串导致的。这不可能，季小姐，您这话从何说起？我和月宁的感情一直很好的，很想要一个孩子，不然我也不会特地去这寺里为他求得这安神助孕的珠子呀。您说这话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赵先生，您不用着急啊，我的意思不是说您故意去害您夫人或者什么样，我只是想说这串珠子它是麝香做的，麝香长期佩戴会导致女子不孕。是啊，麝香这东西，女人碰久了确实伤身。其实我之前私底下也怀疑过是这珠子，可这是我先生从清灵寺求过来的，当时寺庙还出具了检测证书，说明这不是麝香的。你看，这有当时的证明，就是这个。财运清灵寺，问题竟然出自这个寺庙。清灵寺，赵先生，您和这个清灵寺很熟吗？是，我们慈善机构与清灵寺长期合作，通常由我们筹到善款并交易寺里，再由寺里寻找并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。寺里也会出售一些自制的祈福制品，收益同样用于慈善，这都上过本地报纸的，口碑挺好的。这回事情就清楚了，问题可能真的就出在清灵寺。赵先生，我不是空口白牙去污蔑他，可是我觉得这问题应该真的就出在这儿。冒昧问一下，这次晚会筹集到的善款，您二位去清灵寺的时候，能不能带我一同前去啊？您现在是城里的名人，还帮助了非遗传承，您一定是个好人，我们信你。季小姐，如果明天有空的话，我们一起去。多谢。往常我们都是将善款带到寺里的接待室，与静心主持当面交接，再由寺里安排发放。赵先生，这寺庙的东边是干嘛的？哦，那个是接待香客和我们这些合作方的接待室。几位施主，请随我来吧。那个柜子是做什么的？财运清灵集团账目资料。那是寺庙资助贫困儿童的档案，定兴大师马上就来，请各位稍后。季小姐，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阿弥陀佛，赵先生、李夫人又来行大善之举，功德无量啊！这位施主是？这位是我的朋友季灵儿小姐，同样很关心慈善事业。季施主，幸会，幸会。大师幸会，大师请坐吧。请坐。李夫人气色越发好了，看来这安神珠确有裨益。赵先生，这次善款想必也十分丰厚吧？寺里正好有一批越冬的物资要买，有了2位的支持，这些孩子想必也能过个好冬了。大师，这善款的事儿不急，咱们先说清楚。你给李夫人这一串号称安神助孕的手串，到底是什么材质的？到底是什么作用？阿弥陀佛，季施主，这串珠子是上好的檀木香所制，且在佛前开过光，却有安神静心之效。助孕之言，乃是信众们心诚则灵的感念罢了。檀橡木所造，大师，你是不是鼻子不好啊？
来，你自己闻一闻，麝香的味道浓郁刺鼻，檀香呢醇厚清香，你自己闻一闻，这两个味道能一样吗？啊？这些年，我也觉得不对，这珠子真的是檀木珠子。静心师傅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还请您如实告知。你要是不解释清楚这颗珠子的来历，别说今年的善款，可能明年、后年，甚至以后啊，您都不会有善款竞争。这珠子确实有证书的呀，季施主，证书总是做不了假了吧？大师，证书是真是假，你应该自己心里清楚吧？是现在坦白，还是说等我们报警？报警之后，警察跟检测机构总会跟我们解释清楚，这珠子到底是什么做的吧？我说，它确实是麝香珠，以前一批货弄混了，我一直没敢声张，怕影响寺庙声誉。这弄混了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说你弄混了？这么多年，我们求子心切，你就拿这个来糊弄我们，甚至还弄了证书来造假。我看在你们清灵寺一直做慈善的份上，我们才这么信任你，你太让我们寒心了。赵先生、李夫人，我也是怕寺庙声誉受损，不能继续做慈善，影响到那些贫困的孩子，所以才鬼迷心窍。我知道错了，求你们看在我这些年也为慈善奔波，那些贫困的孩子还在等着这批越冬物资的份上，饶过我这一次吧。您说的做慈善，孩子的档案不会是那些吧？季小姐，您的意思是那些档案也有问题？岂止是有问题。这些就是我们静心大师中饱私囊的证据，哪有什么要资助的孩子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如果没有需要资助的孩子，那我们这些年所捐助的善款去哪里？进了你自己的公司不成？恐怕早就被人给瓜分干净了，这钱一分都没剩下吧？不知道这么多钱要判多少年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们，我不想坐牢啊！我退钱，我把钱都退给你们。你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你当初骗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想有今天呢？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，清灵寺这边有人涉嫌诈骗，金额巨大。你涉嫌非法集资、诈骗等多项罪名，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自己造的孽，自己就该受着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们这么些年的善心，全都是一场骗局。是我们轻信于人了。李夫人，这珠子恐怕不是弄错那么简单。你想啊，如果你们这些年有了自己的孩子，那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能够在你手中得到那么多的善款呢？他们应该从一开始就没想让你们如愿。不过善有善报，如果你们真的想要一个孩子的话，为什么不考虑领养一个呢？这样既做善事，又能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孩，其实也挺好。月娘，我们执着了这么多年，或许是该换种方式了。谢谢你，季小姐，谢谢你提醒我们，也谢谢你拆穿了这个骗局，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被骗多久。各位，由于此次事情涉案金额巨大，情节极其恶劣，请配合我们做一下笔录。各位，由于此次事情涉案金额巨大，情节极其恶劣，请配合我们做一下笔录。你看这个。季小姐，这次多亏了你敏锐，我们顺藤摸瓜，发现清灵寺不仅涉嫌诈骗，那笔善款还被他们拿去
放高利贷、非法投资是个不小的窝点。我们局里正在准备为你颁发见义勇为的表彰呢。谢谢啊。哎，慢走。啊。季小姐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然呀，那群自私自利的恶人还不知道逍遥法外到什么时候。这次呀，可要好好感谢感谢你。对了，以后啊，你们如意轩有任何的古玩藏品，尽管往我的慈善拍卖会上送，有多少我们都收。那太好了呀！我替如意轩谢谢你，这样我如意轩版图又扩大了。不愧是我女儿呀，真厉害！妈做梦都没想到啊，咱能有今天。妈，这才拿到呢。咱们呢，现在有周氏的股份，而且如意轩也要扩大版图了。等我们找到一个稳定的原始开发区，那咱们的好日子就更安稳了。真的吗？那么我可得尽快选个风水宝地，以后咱们的生意可全靠着原始开发区呢。妈，我也这么想的。我想着，这难道是原始开发区的惊喜？不知道这次又能带来什么收获？灵儿，你这是往哪儿走啊？怎么越走越偏呢？妈，我觉得原始开发区的选址选在这就不错。啊，这里啊，灵儿，妈不是不支持你做公益，现在咱们也有条件了，选个交通方便点、像样点的地方不好吗？这穷乡僻壤的，这怎么能发展起来呢？别好心办不了实事。妈，你得信我啊，有些地方看着不起眼，咱们再看看这边。肯定也有好地方。财运天然原石开发区，我们先去联系村长吧。找到村长之后啊，什么事都好办。我不是搞一锤子买卖的，开发是为让村子富起来，由我们出钱、出技术、出管理，你们呢出地、出人、出本地资源。你说你想投资开发我们村儿？姑娘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我们这穷山沟多少年了，除了石头就是土。哪有什么宝贝呀？那之前也有人来考察过，那结果都不了了之了。村长，不能随便答应他们啊！谁知道他们是来干啥的？说是来投资，说不定就是来骗地占地的。就是嘴上说的好听，什么投资，到最后把咱们赶出去怎么办？灵儿，这……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，村长，我真的是来投资的，也想帮大家找条出路，真的。只有这里真有资源，开发起来以后，大家啊都能在村门口就业，在村子里就能赚到钱。以后无论是孩子上学还是老人看病，这些都会让咱们更便利啊。哼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我们凭啥信你？姑娘，你要是说真心话的话，就不要来虚的。这样，你要是能在1个月内让我们村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，哪怕是一点点盼头也行，我就代表我们村答应和你合作。否则咱们村再穷也不能被人糊弄。村长，不用1个月，1周我就能让大家看到改变。好，1周就1周，这1周之内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提。灵儿，妈对你有信心呢，但是你答应的对赌，这时间就1个星期啊，这会不会有点少啊？妈，不用担心，我心中有数。我的财运金筒可从来没有出错过，这块正好跟原石有关。周总也算是专业对口啦，我找周总帮帮忙吧。打个电话。喂，周总，对，我现在在景山村，事情就是这个样子。您看，景山村，灵儿，那地方我知道，出了名的偏僻，地质部门早些年勘探过，没抱什么希望。你怎么选中了那里啊？还答应这种对赌，半个月让一个穷孙子受益太难了。你怎么选中了那里啊？还答应这种对赌，半个月让一个穷孙子受益太难了。周总，
我觉得看事情吧，他不能只看表面。景山村现在他确实穷，但是我觉得他潜力很大呀。我觉得他这里面啊，真的很有可能有天然的矿源。您对矿石最了解，您是做矿石起家的吗？如果能合作成功了，那不光是对你，还是对如意轩，这都是有收益的，咱们一举两得，不是吗？你的眼光我向来是佩服的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相信你。明天我就带2个地质和玉石鉴定的老师傅去景山村跟你会合。那行，那谢谢周总，我明天一定等你。成了，走。季小姐啊，不是我想泼冷水，我干这一行都几10年了，好矿脉的山头见过不少。你看这土质，这山势，根本不像是能开出好料来。老李啊，你是老师傅了，你看呐。周总，季小姐，恕我直言，这几块石头就是最普通的石灰石，在我们那儿，连当块废料都嫌占地方。哎，你看吧，我就说他们是在瞎折腾吧，还宝贝呢，就是一堆破石头。周总，李师傅，那你们看看这块呢？这外表粗粝，毫无表现，这不就是块普通的石头？一块破石头还能当成宝贝，还想靠这堆破石头完成赌约？哎呀，大姐，镰刀借我用一下。那这么看呢？我看这是兵种杨绿，水头族，色又正，这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？怎么会出现在这种石头里面？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原石里面？这真是兵种杨绿，高品质的。哎呦，季小姐的眼力真是神了呀！哎，这破石头里面是绿的，是不是很值钱呀？哎呦，这不是普通绿石头，这是翡翠，高品质的。就这一小块，要是全部挖出来做成首饰，够你们一家人吃喝好几年了。是真的假的？季小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就我们这山旮旯里能有这种宝贝？放心吧，大姐，我呀绝对没有骗大家。咱们这山里真的有可能隐藏着有这些翡翠的矿脉，所以啊，一旦开发，那受益的将是咱们整个村啊！哎呀，这既开发了资源，又真正帮到了当地人。我呢，为我的玉石公司找到了新资源，有了这块石头做敲门砖，村长应该不会拒绝的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联系村长，看看能不能进行下一步开采。村长，我们刚刚已经把投资计划跟您讲了，也证明了咱们村子里确实有可开发的矿脉资源，对赌是绝对可以完成的。您还有什么顾虑，您就说吧。哎呀，季姑娘，周老板，不是我不讲信用，这刚刚又有人联系我谈投资。村长，王老板我给你带过来了，人家可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真金白银来的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两位可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纪灵儿、周总，你们也看上这个破地了？村长，你可别被他们2个人小打小闹给蒙蔽了。你是知道的，我王氏是咱们市最大的玉石企业。王富贵，你上次造假的事情才过去多久啊？还敢出来招摇撞骗？还敢出来招摇撞骗？周总，话别说这么难听啊！我上次那是不小心被小人蒙蔽，今天我可是正规合法的谈生意。哼，村长，他们给你开什么条件，我王氏加倍，并且立马就能签合同，
立马给钱。王老板消息是真灵通啊，看来是养了一个会通风报信的好小狗啊。哼，怎么，只许你纪灵儿发现宝贝，就不许我王某人有商业眼光？哼，怎么样？你辛辛苦苦找的地方，马上就成我的了，被人截胡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王富贵，你他娘的真卑鄙！这分明是我们先谈好的。哎呦，商业竞争各凭本事嘛，谁让你们还没有跟村长签合同？哼，村长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村长，王老板他说的对啊，商业竞争嘛，各凭本事。那王老板他出价高，确实是王老板的本事。算你识相。不过嘛，村长，我们刚刚发现矿脉资源的功劳和让村民看到希望的诚意也不能白费。这样吧，咱们就把发现的矿脉资源一分为二，我跟王老板我们各自占一半的开采权。我们就凭各自的眼光和本事，看看谁能够开采的价值更高，那真正的开采权归谁。如果能成，不仅能赚钱，还能洗白之前造假污名，重振王室声威。行，我王富贵经营玉石20年，难道还比不过你一个黄毛丫头？哼，正好啊，这借此机会让所有人看一看，在这个行业里面谁才是龙头。好啊，拭目以待了。我有财运金童，王富贵，你拿什么跟我比啊？嘿，纪灵儿，你这哪是采矿啊，分明是捡破烂嘛！净挑些边角料，歪瓜裂枣。哎呀，你看看我那边那一堆，那些才是真正的好料子。没准啊，任何一块开始之后都能比得上你这一堆。哎呀，王老板，谈你的就是了。反正规则说好了，各占一半，各采各的，最后所有的收益都归公益机构。至于采多少钱呢，各凭本事。死鸭子嘴硬，一会儿看你怎么哭。死鸭子嘴硬，一会儿看你怎么哭。周总，王老板这么有信心，咱们不如把比赛弄得更公开透明一点，省得有些人再做手脚。你的意思是？王老板，我看你这么胜券在握，咱们光自己比多没意思啊！还不如这样，在开采期结束之后，由官方鉴定机构主持，办一个公开的赌石大会，这可是你重塑王室声名的大好机会。你应该不是不敢吧？哼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上次公开比试是我被人拖了后腿，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。大家静一静，受景山村委托，双方各自挑选5块原石，当场解石，挑选价值高者胜。现在开始选石。哼，纪灵儿，挑吧，让我看看你那堆宝贝里能拿出什么玩意儿。季姑娘挑的这几块比王老板的小多了，样子也丑，能行吗？那小姑娘才多大，哪里能跟这种老油条比？就是，我看怕是不太行。我选这一块。师傅，切吧。嘿，紫罗兰，是紫罗兰，高冰紫罗兰，
这一块少说也要卖100多万吧？还真是高冰种紫罗兰，初步估计120万。王氏所选原石，总价值230万。该你了，纪灵儿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赢。辛苦师傅了，我只用切这一刀。满绿茉莉种帝王绿，纪灵儿所选1号原石为玻璃种帝王绿，初步估计500万。哎呀，不可能啊！这就是一块破料，怎么可能会开出这么好的料子？怎么不可能？纪小姐身上出的奇迹还少吗？500万，黄老板，这一块石头应该能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了吧？我宣布，本次比赛由纪灵儿获胜，景山村的开采权由纪小姐获得。好，灵儿，周总，灵儿，好消息啊！这个月咱们集团净利润又翻了一番，现在城里提取一时，头一个就是咱们周氏。咱们的创业也带动了不少村民的就业呢。他们一提起你啊，都是一个劲儿的夸。哎，我带了好茶，来，咱们一起庆祝一下。周总，这咱们原石开发区拿下，您比我还高兴，瞧你这精神头。哎呀，灵儿，你在看海外慈善拍卖会的信息啊？咱们不是和李月宁合作的挺愉快的吗？财运国际慈善拍卖会。周总，我们的眼界不能只放在国内。我刚刚看到这个国际拍卖会，就觉得挺不错的，想去试试。灵儿，国际拍卖会，这门槛儿可不低呀。你打算带什么作品去啊？这自然是能够代表我们的东西了，比如秋卓大师的非遗玉雕作品。这次不仅是代表我自己，也不是代表周氏，而是代表着我们华夏，我们非遗文化。纪灵儿，又是这个纪灵儿！哼！我们王氏衰败到现在，全是为他所赐。现在他居然还敢跑到国外去出风头，想参加国外的拍卖会，做梦！老板，听说周氏这次要带那个非遗玉雕去，阵仗很大。哼，大了好，他不是一直想扬名立万吗？哼，我这次非要让他在国外丢尽脸面，灰溜溜的给我滚回来！去联系我们在海外商会那边能动用的一切关系，这一次我要给他来个大的。不愧是国际拍卖会，还挺气派。希望我们带来的玉雕能遇到懂它的人。那一定会的呀！哎呀，邱大师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你的作品那么好，那肯定会惊艳全场的。哎，你说到时候要不要再给你买个眼镜，增加你的神秘感？不用了吧？喂，怎么了？什么？玉雕失窃了？什么？玉雕失窃了？不是，怎么会？我丢了？怎么可能丢了？这次拍卖会，我们是不是去不成了？你先别担心啊，现在他……邱大师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能去。这次我要看看是谁在捣鬼。果然是在这。
还好找到了，看来是有人故意藏在这里的。快抓住他！我亲眼看见他鬼鬼祟祟地溜进来。哼，最近仓库丢了好几件珍贵的藏品，甚至包括大财团董事寄存的古董，就是他干的。他就是盗窃犯。好一桩栽赃嫁祸请君入瓮，这一出是为了让我得罪拍卖会名声扫地。财运贿赂回款记录，原来是你在搞鬼！你们这是干嘛呀？季小姐，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半夜进入仓库。我解释？我还没有让你解释解释。我来参加慈善晚会的拍卖品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我还没追究你们弄丢我拍品的责任，你倒是来质问上我了。还有啊，我是应你们贵公司邀请而来，我有什么盗窃动机？反倒是你啊，王老板，多次与我竞争失败，怀恨在心，如今又恰好出现在这里抓贼，这未免太巧了点吧？这种拍卖品失窃案，肯定有人收买了拍卖会的工作人员。你查一查你们工作人员的流水不就行吗？王老板，你大半夜声称看到鬼鬼祟祟的盗窃者引我来到这里，这未免太牵强了。查，给我彻查近期2位的所有聊天记录和交易流水。这就是他心怀不轨啊！他经理，经查证，这仓库的管事确实跟王老板有金钱往来，那名管事已被抓获。我要求立刻开除涉事管事，并且永久禁止与王富贵及其关联方参与贵司旗下任何活动。季小姐，好魄力，好胆识啊！海外华人我先前得到的财消息是抓住了偷盗拍品的小偷，没想到今天看了这么多好戏啊！金董，惊扰您了，实在抱歉啊。您就是海外华人财团的董事金崇光金董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幸会。季小姐才是百闻不如一见呐！我赞同季小姐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，你看。没问题，季小姐，实在抱歉啊，我们一定会加强安保，保证后续的流程万无一失。明天拍卖会就要开始了，您也早点回去休息啊。这位金董竟然也是我的财运，这趟海外之行比我想象的要惊喜，就是不清楚这位金董会给我带来什么助力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际慈善拍卖会的现场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件拍品，来自华夏的非遗镂空玉雕。哇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华美的雕塑，那还是玉雕成的，简直是艺术奇迹呀！这件拍品肯定会被抢疯的，大家都还挺喜欢。放心吧，一定能卖出好价钱。我们华夏非遗镂空玉雕起拍价200万，250万啊，300万，301万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东西放在国内都是1000万起步，这位国外的珠宝商是在刻意压价啊！季小姐，这也太低了吧！在这里，我们的标准才是主流。所谓的东方工艺，不过是教大家瞧个玩意儿罢了，还想拍出价钱？我们想压价是轻轻松松。我们第一次竞拍，如果以这种成绩收场，该怎么回去交代啊？他们也太侮辱人了！太过分了，就这么怕我们抢占国外市场吗？那真是可惜了。301万第一次，301万第二次，3000万。我的财运这不就来了？3000万，还有比3000万更高的吗？3001万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东西敢不给我面子。8000万啊！哇，8000万还这么高了！8001万，1亿2000万啊！破亿了！这位好人，该不会是故意抬价吧？存心打压那个人。1亿2000万第一次，1亿2000万第二次，1亿2001万。哼，加价呀！怎么不加价了？不对，1亿2000万
1亿2千万，他怎么不讲究？他是故意的。1亿2001万第一次，1亿2001万第二次，1亿2001万第三次。这位先生，成交。真的卖出去了，还没被成功压价，以这么高的价格卖出去了。这不多亏了楼上的那位好心人吗？走，去谢人家去。季小姐、邱大师，幸会了，请坐。是你，真想不到，原来是金董。金先生，恕我直言，您与我们素不相识，为何要如此相助啊？万一那个人不跟了，您岂不是要花巨资？季小姐的故事我略有所闻，有魄力，有眼光，而且愿意把我们老祖宗的好手艺推出来，让世界看看。我也是华人，深知在海外立足不易，天下华人一家亲，又怎么能看着别人欺负我们自己人呢？金先生大义，我接灵儿感激不尽。哎呀，不必多礼。今天之后，你们这玉雕怕是在国际市场上一战扬名了，还是想想怎么安排后续的事情吧。后续？不好意思。喂？什么？国际慈善拍卖会的结果已经流传进国内，还选了我当华夏玉石协会会长，后续还有安排采访。那可是大好事儿啊！正好，拍卖会差不多就要结束了，明天我们就回国。太感谢了。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新晋华夏玉石协会会长季灵儿小姐。季小姐从清凉村的大棚到景山村的矿脉开发，再到国际拍卖会上为国争光，此刻最想说些什么？最想说什么？我最想说的应该是感谢。感谢一直以来相信我的亲朋好友，一直以来支持我的亲朋好友，尤其是我的母亲。我的母亲叫林舒雅，如果没有她，我走不到今天的。那您成为玉石协会会长后，下一步计划是什么？还会再从事我们玉石行业吗？会的，我接下来我还是会继续跟周氏集团合作，跟邱卓、邱大师合作。我们会一直推广非遗文化，并且创造出来更多代表华夏精神、具有华夏符号的玉石玉雕作品，让我们华夏的玉石闻名世界。这份证书呢，它是荣耀，但也是责任。曾经我以为财运金童是命运抛给我的绳子，拽着它就能往上爬，后来才明白，真正的财运是当你站在光亮处时，还记得为身后的人也点一盏灯。